大家好，我是小万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会开启一项全新的策划——逛吃中国博物馆系列。那么在这个系列当中呢，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走过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博物馆，去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。那么今天的第一站，我们就来到上海博物馆。那么在我个人认为啊，上海博物馆呢，它的文物收藏史可以被称之为是中国流失文物的一部回归史。那么里面究竟怎么回事？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那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上博里面来了。那么上博目前的馆藏呢，大概是12万件藏品。那么其中的精品的藏品呢，大概是3万件左右。那意思就是国家2级文物以上的一个藏品。那其中呢，它有这么几个称号，我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。那么上博号称是青铜器藏品的世界第一。那么同时呢，上博呢又是整个中国收藏品界的半壁江山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上海市呢是一个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城市。那么它在远古的商周时期，包括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，都不算是政治经济中心啊，所以说这个周围呢它是不产青铜器的。那么上博里面这么大规模的这个青铜器的藏品是从哪来的呢？我们就一起到青铜馆里面去找找答案。这件东西呢，就真是镇馆之宝了，出现在过国家宝藏这个节目上的西周大克鼎。建国之后呢，当时的潘家的当代家主潘大盂女士呢，就把这颗鼎啊，以及她一起出土的大盂鼎一起捐赠给了这个国家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大盂鼎是在国家博物馆上博里面的这一尊呢是大克鼎。西周大克鼎，这是镇馆之宝啊！因为呢，这个西周的这个鼎当中啊，属大盂鼎和大克鼎呢是孪生兄弟比较大的2尊。那么一尊镇北，一尊镇南。那么南方的半壁江山，北方的半壁江山，啊，这2尊呢可以说是兄弟鼎或者是姐妹鼎。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啊，是我在整个上博里面最喜欢的2件青铜器的藏品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子仲江盘，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春秋早期一个洗手的盘子啊，它这个是握冠之礼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白了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讲文明树新风，要讲卫生，饭前饭后要洗手，就这个意思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子仲江盘里面有很多的小动物啊，那么这些小动物呢设计也非常的精巧。那它是竖直在这个江盘当中的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啊，就是它底下是用轴和上面的这个小动物连接在一起的。那么这个轴呢和这个动物之间呢，它是可以动的，也就是说，当这个水流冲到这个江盘当中的时候，那么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。这就需要一个非常高超的制造工艺啊。那么需要底下的这个轴和上面的这个小动物之间的这个插槽啊，它的这个距离不能太宽，也不能太窄，既不能让它卡住，还得让它能够360度自由的旋转。那么当这个水进入到这个江盘当中的时候呢，随着这个水温的波动呢，大家会看到啊，它旁边的那些鱼啊，那些不能动的那些生物呢，也会随着这个水温的波动，它还会产生波动。那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啊，其实呢，我们看到这个江盘的沿啊不是特别高，那么这里面的小动物的高度啊，基本上和这个边缘是持平的。那么你洗手的时候怎么洗呢？那么实际上呢，你洗手不是在这里面洗的哈，你不会把手碰到这些小动物的。这个握冠之礼是怎么执行的呢？是人呢把手伸在这个江盘的上面，然后呢上面会有一个器具叫做揖，往下倒水。那么倒下来之后呢，水冲刷过你的手，然后冲到这个江盘当中，把一个动物冲得360度旋转。所以它这个设计和当时这个礼仪的执行啊是有很大关系的。那么这个揖长什么样啊？我们来看一看。
那么因此呢，它应该是一套的啊，有一个子重江衣，那么这个呢是子重江盘，那么这就讲到我一定要跟大家说这件文物的重点了。那么现在呢，这套子重江盘和那个子重江衣呢，据悉啊，看资料上说啊，是最早在伦敦出现的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子重江盘呢就被香港商人叶兆夫先生买下，那后来就赠送给了上海市博物馆。那么这还有一个是子重江衣，它上面的那个器具。往下倒水的那个东西啊，那么这个子重江衣呢，目前啊，据悉呢是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收藏家手里面。那么上海市博物馆的前馆长马成元先生呢，也曾经说通过各种的途道或者途径去跟这个美国人去商量啊，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呢还回来，我们可以付出一笔钱或者什么。但这个美国人提出了一个要求啊，说如果想要子重江衣，就得拿子重江盘来换。他这个要求呢，是非常的无耻。好的，我们青铜馆看的差不多了啊，我这个肚子有点饿，早上没吃饭，我们去吃点东西。刚刚在这个场馆里面不敢大声说话，那么终于坐下来之后呢，点了一壶乌龙茶，然后要了一个小甜点，那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啊。那么刚刚呢，我们进入到上博之前啊，曾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啊，说上海这个城市呢是一个近代才发展起来的城市，它原来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者更早的商周时期呢，并不是整个中国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。那么它这个地方肯定周边是不产青铜器的。那它怎么又变成了青铜器藏品的世界第一呢？那么另外的话呢，有很多人说啊，上海市博物馆呢是收藏界的半壁江山。那么这句话又是怎么来的呢？那我们同时呢，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，我说我个人认为，上海市博物馆的这个发展史就是流失文物的一个回归的缩影。那么这句话又怎么去理解呢？其实这3句话是同一件事情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就不得不提到原来这个上海市博物馆的这个老馆长马成元先生。那马先生呢是一个青铜器鉴定专家。那么上海市博物馆从开馆时候呢，只有几万件、2-3万件藏品，一直到今天有12万件藏品。那么马先生的功劳啊，他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。那么实际上呢，我们看到的上博的有很大一部分的，不管是青铜器，还是一会儿我们将要去看到的其他馆里面的这些珍贵玉器啊，那么有一部分肯定是从各个地方过来的。另外一大部分啊，实际上都是在上海或者是上海周边，甚至是全中国各地的这些收藏家们，把自己家传的这些藏品呢，捐献给了上海市博物馆。所以上海市博物馆才会有如此大量的一个青铜器的藏量啊。那么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西周大克鼎一样，那么它就是潘达玉女士呢，在建国之后，把这个大玉鼎和大克鼎呢一起捐赠给了上海市博物馆。包括我们看到那个子重江盘，也是由香港的商人叶兆夫先生他买下来之后呢，也是捐献给了上海市博物馆。那么这是它的第一大来源。那么第二大来源呢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文物的回归。那么实际上就像子重江盘一样啊，我们国内呢有很多的这样的青铜器的文物呢，在以前啊，因为战争或者是政治的其他原因，它就流失到海外去了。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啊，马成元先生呢就经他手回归到国内，然后进入到上海市博物馆的这些藏品呢，就有1万多件。那么有很多都是从海外啊去买回来的。那么光在香港啊，经马成元先生的手回归到上海市博物馆的藏品就有300多件。那么其中呢，最有名的就是2样东西啊，一个呢就是子重江盘，就是叶兆夫先生他捐赠给上海市博物馆的。那么另外一件呢，就是马先生发现的这个战国竹简。那么这些精美的文物啊，青铜器具啊，金石玉器啊，每一件其实都会有它背后的历史，那么每一件它回归的历程都不容易。那所以说呢，上海市博物馆它既是中国文物收藏界的半壁江山，又是青铜器藏品世界第一，那么同时呢，又是代表流失文物回归的一个缩影。
那么茶也喝了，东西也吃了，上博既然号称是中国文物收藏界的半壁江山，那它肯定就不只有青铜馆这么一个馆。后面呢还有一个更好玩的馆，我们甚至可以在里面找到东西方文化类似的部分，而且我都觉得不仅仅是类似，它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那么下期呢，我们继续逛上博，看看那个非常好玩的馆。拜拜。太小了啊，各位啊，这个东西真的太小了。